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大家说了会不会让美中之间的战力来洗牌？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陆的东风26飞弹呢，现在说了要让美国这边他们开始战略整个重新洗牌，因为这个东风26它其实呢是核常备飞弹，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是装载一般的弹头，但它也可以装载核弹头，而且一直以来他们怎么样说东风26，它有个别名啊，叫做关岛快递，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射程，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在整个太平洋这边，他们认为会是一大的改变。而且昨天所公布的这个大陆双航母画面，其实呢更让大家感受到可能会有不一样。我们直接来看画面，好，这个画面上面呢，您就可以看到辽宁舰的编队以及山东舰的编队，他们第一次的开展了双航母的编队演练。那当然，两艘航母在一起，这个画面会非常壮观，原因是因为他们各自都带了各自的船舰一起跟着走，还有的就是画面上看到的歼15了。这个两台的航母，他们都有新型的歼15的战机，那在这边呢一起发挥及时的战力。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它的投射兵力的量能跟现在以前大不相同。其实讲到了辽宁舰重返西太平洋，美国这边已经赶紧来增兵应对了。好，要来看到的是呢，他们现在也认为啦，中东这里确实卡住了它一些的状况，欧洲这边呢也卡住它的一些的兵力，所以呢有一点点的艰难，但是已经赶紧让华盛顿号先回来太平洋这边，只是留多久，当然跟它整体的量能有关系，让它会有点觉得没有办法左支右绌这样子的好好出拳的原因呢，也在于它的大国竞争力的问题。美军就直接讲了，如果真的要大国战争的话，那可能需要空降哦。但是他们现在发现夏威夷军演的空降成功率只有57%而已，甚至呢有伞兵因此而受了重伤，大家就会开始在问，那他实际的战斗能力到底有还是没有？美军的这一些问题，他的盟友知不知道？当然知情。那刚刚跟他们一起来做完利剑演习的日本，现在开始有新的动作了。日本的新的这位首相石破茂，虽然在国内的政局不是这么样的稳当，但是他开始希望帮自己找出一条新的路。他要开始协调11月的时候有没有机会跟习近平进行第一次的会谈。好，毕竟有机会可以见到习近平，那是不是我们能够坐下来一起谈一谈过往的这一些纷纷扰扰、恩恩怨怨，一次把它给说明白？印度这一边呢，则直接讲了，他们安排排灯节活动，中印边境，士兵开始互赠糖果，大家呢稍稍解冻，不要那么样的紧张，和缓的气势，好像也开始在感受到。大家就会说，那美日印澳现在这个所谓的联盟四方，是不是真的不是这么样的稳当？还是说是因为美国即将要大选，大家都在看，先看完选举结果再来做打算。美国现在选举结果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会知道，因为还是5-5波。你看领先都是什么？都是3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每日邮报现在认为川普是领先3个百分点，但经济学人最新的是贺锦丽的胜算上升了6个百分点，所以呢，已经要跟川普平分秋色，彼此之间就是你来我往，根本互不相让。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得要等票开完，你才会知道。所以川普现在持续的有一些的攻势，包括说他们要状告 CBS， 因为他认为啦 ，CBS 这个60 Minutes 很有名的一个专访节目，在采访贺锦丽的时候呢，明明他加沙走廊的那个讲法，你没有给他完整的在电视上头播出，网络版看得到，电视上看不到。是不是因为你觉得他讲的不好，你在帮他掩盖采访缺点，所以他就跟他求偿什么剪接、扭曲事实、欺骗大众，要求至少赔偿100亿美元，甚至还说他当选的话，不把他们的广电执照直接给拔除。那拜登这个部分呢，也说是不是杠上贺锦丽了？原因是因为看起来好像又有一点点的小出包。万圣节昨天10月31号，每一次白宫呢在这边都会有一些的活动，让小朋友来要糖。结果呢，你看看拜登的这个举动，
有人是这样形容说他诡异的在咬婴儿。那当然呢，他是一个阿公，他贴切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情，让大家有讨论。旁边右手边那一只熊猫，你知道他是谁吗？那是他第一夫人吉尔扮成了熊猫，而且呢，熊猫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比较有名的这个国宝熊猫，大家就在问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现在有一个讲法。谁最关心美国的选举？可能是中国，但是彭博社说，不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习近平都是最大输家。他这个立足点在于，不论是谁当总统，北京当局都会面对非常不友善的对话。其实就习近平来说，他真的不知道吗？当然清楚，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战略布局，包括未来他要去参加的是秘鲁这一边 APEC 利马峰会，在此的前一天，他即将亲自到前海港，也就是他们中密一起合资来做这一些相关的建设的前海港，要来亲自剪彩。那当然，第一看得出来，北京对于这个港口的重视，原因是因为呢，未来它将会影响到整个南美洲这边的中方大战略。第二，你要了解，对于货运上面来讲，可能呢就是说，让南美这边的货物回到了太平洋，减少2周的航程，大大有利。另一个则是什么？本来你可能要走巴拿马运河，巴拿马美国管的，现在可能让巴拿马运河也不那么重要的，甚至呢，它要绕过好望角那一边过去，现在可能也不需要了。那整个战略布局，美国的后花园就必须要重新思考，到底谁是老大？老大还是不是老大？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当大家讲到了东风26飞弹的时候呢，现在有专家就认为这有可能会让中美战略重新洗牌。基本上来讲，东风26型，刚刚主持人有讲过啊，它就是关岛快递，那它何尝兼备？可是呢，它有一个更重要的，叫做什么？叫做海陆共打。也就是它可以攻击陆地上的目标，它也可以攻击海面上的活动目标，而且这件事情呢已经被测试过了，然后而且是由前一任的那个印太司令 Davidson 他有证实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个才是美国真正担心的事情。而且呢，我们在谈东风26的时候，我们如果对看一下关岛现在的状况，关岛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也就是它展现了它的萨德，它不只做萨德，它还做了标准3型的这一个陆基神盾在上面。不止如此，它还放了铁穹在上面，它还放了爱国者，它还放了陆基的这个方阵快炮在上面。他为什么部署这么多装备？因为他知道，如果中美在太平洋发生冲突，关岛就是第一个目标。当然，他现在还有人在讲说，有关于天宁岛的部分，天宁岛也一样要这样的战备。为什么？因为天宁岛跟关岛其实距离并不远，可以打到关岛的天宁岛也跑不掉。那他现在是着眼于，他认为美军认为，如果关岛过于集中，到时候就等于被一锅端。那他想要放到天宁岛去，那但是呢，其实效果不大，而且天宁岛现在的机场的状况非常糟糕。其实它就是一个野战机场而已。你要起飞这种尖端科技的这种 F-22、F-35，事实上是有困难的。至于美国大选的部分呢，我个人在这边很大胆的推断，其实现在已经是垃圾时间，美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真是拜登跟贺锦丽的严重失言。他说了这有关于垃圾的部分。那为什么我们看到川普他故意开了一个白色的垃圾车呢？因为贺锦丽当然这句话是拜登说的，说支持川普的通通都是垃圾。可是这句话隐含的是什么？真正支持川普的人多半白人是比较多的，可是白人不是所有的白人通通都是经济阶级都是比较高的，还有比较经济阶级比较差的那个人是谁啊？代表人是谁啊？那个代表人也就是川普的副总统范斯，还记得吗？他不是有出过一本书《流浪者之歌》，他就是在讲他从如何的
不断的向上提升的这一个过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了，那也就是川普在隐喻的，就是你都骂我们是白垃圾，所以他会激起所有的这个支持川普但是觉得你川普你一天到晚失言，你又去性骚扰，然后你可能还犯了很多的罪，我们不想投票，可是因为这一个非投不可。所以我们这样讲，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垃圾时间，而且美国投票跟台湾不一样，台湾都是投票日当天，可是美国不是，它有邮寄选票，它有提前投票，所以现在早就已经开始投票了。然后也就是当这些共和党的人都被激发出进了投票所投下他那一票的时候，贺锦丽离白宫就越来越远。当然了，现在在美选呢，它是持续一直到11月5号投票持续在进行。但当然，在美国的选举出来之前，各方的盟友他们心里头是不是有不同的想法？想请教一下赖老师，因为现在就被发现识破帽，刚刚选的有点凄惨，马上说11月找机会能不能跟习近平谈一谈？现在美国当初拉拢的这些盟友啊，一直跟美国站在对啊，在对付中国、打压中国的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其实都纷纷的开始跳船了哦。您刚刚看到的识破帽，他们现在目前面临很大的难处，因为11月11号日本要选出新首相，而现在的日本，他识破帽的自民党跟公民党联合起来没有超过一半，怎么办？所以他必须要寻找，例如说国民民主党的结盟啊，或者是获得他们的支持。那他也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他很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能够见到面，希望能够在这个秘鲁的这个 APEC 的会议中能够见到面。那你也看到了，像莫迪他也是为了要在集团体的时候在金砖会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那中印边界的4年的冲突，那突然间就结束了印度也就撤军了，那中方也就撤军了。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原来在这4年来一直跟着美国在打压中国的这个目的也改变了。那你看欧洲的国家里面像西班牙也变了，现在连英国是跟紧追着美国的一直跟着美国紧紧的英国都改变了。英国他的外相一直希望能够到中国访问，只是说现在大陆还没有让英国人来。那英国的首相也多次的强调说希望到大陆来访问。你看连这么的紧紧贴着美国的英国也都改变了，这代表什么？其实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陆陆续续的，现在正在还在欧洲访问的，就像芬兰的总统啦，像斯洛伐克的总理啦，像今天他们刚宣布的这个马来西亚的首相马上要到中国大陆去进行工作访问，而且待的时间都很长。所以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改变他们的态度，甚至尹锡悦也一直希望跟中国大陆能够交往，能够到大陆访问。大陆现在还是没有邀请尹锡悦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追随美国的这些国家的都开始后悔了，都开始跳船了。那所以彭博社的论断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他说习近平是最大的输家，其实坦白说，这关大陆什么事？大陆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是贺锦丽当选，或是川普当选，美国对中国大陆是不会友善的。那不会友善的，其实对大陆来讲，他根本不在乎了。因为你美国还能够怎么样？你的能够用的筹码都已经用光了，你根本没有能力来对付美国。坦白说，谁是最大的输家？其实美国是最大的输家。为什么？如果川普当选，川普自己都说我很疯狂的，所以他是一个疯子。那美国选出一个疯子来当总统，那如果选出贺锦丽呢？贺锦丽是空心鹤，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空心鹤，台湾有个空心菜嘛，这大家都很清楚的。那这个空心鹤就是美版的这个空心菜，又治理美国4年，他的外交经验，他的涉外能力，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不足的，因为他从当副总统帮这个拜登，到拉丁美洲去处理边界问题的时候搞得满身腥，到亚洲来，到菲律宾，到越南的时候闹了一堆笑话。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民调。经济学人的民调是有，为什么特别讲？他很可笑。1个礼拜以前他说，那个川普大获全胜，那个结果1个礼拜以后
说这个贺锦丽已经往上爬升了这个6个百分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修改指标65项，修改指标以后，贺锦丽的民调上来了，了不起吧？观众朋友，这个就是《经济学人》杂志。他要告诉你啦，因为他认为他低估了川普进到白宫的风险。如果你低估这样的话，自欺欺人。他觉得其实贺锦丽是被低估了。请教一下董哥怎么看？对啊，其实你可以看到一场选举，让很多人的面目通通呈现了，对不对？那到底谁会是输家呢？我告诉你，美国大选结束以后，美国人是大输家，习近平怎么会输呢？你们2个人的态度我都很清楚，而且你们已经搞了我6年了，我不知道吗？对不对？你搞了我6年，你看今天各媒体报道，中国大陆还有5项是全世界第1名的，对不对？什么电池啊、电动车啦、高铁啦，什么都是全世界第1名，你们根本就瞠目结舌在后面。那他为什么敢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被打了。趴了以后，你就要自己振作。这个其实，在华为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可以在全世界2个系统之外，再创一个鸿蒙的新系统。所以这个其实你用这个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因为看惯了西方的媒体，你很多事情判断就会错误了。那当然了，美国拉帮结派，找一堆的人。现在呢，现在就告诉你，我的东风可以封锁你的关岛，你的关岛也很清楚嘛。你本来有22个那个基地是要来对付那个的，现在只改成16个这是美国上个礼拜防疫署他们自己发布的。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它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就像刚赖老师所讲的，美国那些同盟的伙伴现在自己在打算嘛，大家想说石破茂为什么要搞这次选举？我告诉你，他是故意让自民党输的，你看不出来吗？输的那些人就是安倍晋三的人嘛，59个，现在剩22个，这些人在党内里面都在搞我们来重选以后你们就会通通都落选，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涉及那些金钱不法利益，让我们整个自民党臭掉的人嘛，再选一次，你们清和派你们就挂了。现在他的势力在日本只剩第5了，所以这个是石破茂的厉害。大家想说他输了，他怎么会输？野田不是他对手嘛，他还是首相，大家看着11月11号，首相绝对是石破茂。那他要走出自己的路，要怎么样？要跟中国大陆来谈一些。为什么？因为我需要你那么大的市场嘛，我不必跟你结仇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中国大陆商务部昨天要求比亚迪、上汽，你们这些大厂商都在欧洲投资，绝对不准跟那些抵制我们。投赞成票，电动车要抵制我们，投赞成的那些国家在那边设厂，对不对？你应该要有这个动作嘛。你们欧盟这些国家要搞我，那我也有我的方式啊，不能被人家打不，对不对？打不还手，没有那个时代了。因为如果再这样做的话，自己底下的中国人会看不起你，所以我很建议中国大陆不要再跟法国买空巴了，那些订单全部取消，法国是。在里面主导要抵制你的电动车嘛？你干嘛？你这样不痛不痒说我们来抵制他的酒啦，怎么样？然后搞了半天也没抵制到，那你这个是什么态度？马克宏到大陆的时候，在北京，习近平是陪他到底。后来他要到广州去演讲，习近平特地跑到广州去跟他那个，对他还不够好吗？那如果法国人是这个嘴脸，你干嘛？你当然要给他颜色看。要不然你中国人不让人家瞧扁嘛？我觉得就是这种态度。那当然我们不换人嘛，但是我们也会到处去帮助别人。非洲、中美洲这些国家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说有个态度就要拿出来。那美国这场选举，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各为其主，尤其这些媒体。你看华邮的总编辑还专栏作家那些都被搞走了，对不对？就是这贝佐斯嘛，大家可以看到，大家都。但是你要是真正看他不止在摇摆州。川普现在已经不到摇摆州了，因为摇摆州的民众对这2个人都很反感。你们这2个月，你们天天来搞死我们。川普现在去新墨西哥州，这个州过去共和党从来没有拿下过，20年来没有。然后又去维吉尼亚州，这边共和党也没拿过，我就来试试看。川普现在显然信心在握，各位朋友不要忘了这些人的动作，他们自己有真正比较精准的民调。
是好，因为呢，在美国他们确实在选举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大数据，以及他们有专门的选举专家在帮他们看应该要怎么走比较顺。到底鹿死谁手？11月5号，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知道，也许要过个2、3天，因为还有一些不在籍投票等等，要持续锁定我们新闻大白话。但是接下来这个人他到底在想什么？最近真的怪怪的。好，这个是北韩又开始了，证实昨天试射了，这是最新型的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9发出来的影片呢，就告诉你金正恩很满意。这个火星19呢，最高的高度说有7687.5公里，同时呢，它最后是掉在了日本海这边的公海预定目标区，表示什么？表示飞行时间高度等等等都是创下了他们的一个新纪录。那还在搞啦，今年真的是突飞猛进，到底吃了什么神丹？大家就在问，俄罗斯是有技术指导吗？克里姆林宫的回应是这样的，不评论。好，我就是不评论啊。我们呢有致力于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发展。那当然，当北韩这边有动作的时候，南韩就会跳脚啦，他就会去找他的大哥美国，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又射新飞弹了，大哥也没办法，说不然我们来演习反制吧。要进行的是自由旗帜的联合空中演习，要模拟的就是这种移动的飞弹发射器进行空袭的演练。那同时呢，他们也会有运输模拟运输车、垂直发射器，要来做一些拦截等等等。好，这一些呢就是南韩它的反制之道。但是对于北韩来说，他现在会不会真的在战场上练兵？所谓的战场是哪里？是俄乌战场。发现北韩派了3名将领去俄罗斯，金正恩的军方亲信还有特务头子说，通通都去了俄罗斯。去那边干嘛呢？有一个传闻是8000名的北韩军已经抵达了俄乌边界了。布林肯美国国务卿就讲，不久之后这一批人就会投入俄乌战场，因为呢，他们有发现俄罗斯有在训练他们，包括了大炮、无人飞行载具、基本步兵作战等等等，表示是可以投入前线作战的。甚至呢，人不是只有8000人，可能会增加到88000人。那对于乌克兰来说，当然我以为他没有人了，征兵对，可是可能没有人要上战场，没想到竟然获得了北韩这一边的天助。所以呢，他们就直接打空战了，一样空飘传单，这南韩那一套把它拿过来这边用，打的是心理战，说如果来的话，你就会像炮灰一样被装进尸袋里面，不要这么危险啊。泽伦斯基则讲了，奇怪了，这么样一件事情，怎么西方你这边都没有反应？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帮我们说一声啊？中国怎么会没有反应？他真的很惊讶布林肯说，怎么会没反应呢？我们正在跟中方就这件事情，北韩派军援助俄罗斯的问题来进行强而有力的对话。当然，这个是布林肯这边的说法，中方这边呢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说明，只是说现在在前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战况？发现了在东部战区这边呢，顿巴斯的战线现在乌军说是面临崩溃的。泽伦斯基他的这个部队少将呢有坦言，兵力悬殊是达到1:8，好，甚至呢是战线已经崩溃，进到了这里战区里面，他们自己缺乏弹药、缺乏人力，这是主因。而他们也有一个女督军出来讲说，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只有缺战力、缺人力，甚至呢是乱调派，命令医护人员，然后去当空军的技术人员，都通通去前线当成步兵了。那这样子的乱调，怎么样来作战呢？整个都乱了吗？泽伦斯基说，最乱的是，竟然美国一直跟我们讲要给我们钱、给我们军援、给我们武器，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只收到1/10，这仗到底该如何打下去？两相对比就会非常的感慨，就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今年北韩是真的突飞猛进，一再的试射，而且一再的创下纪录，金正恩都说他很满意。前2次的试射失败。但是这一次突然间大成功，而且这次的成功真的是让美国、日本、韩国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是垂直的一个发射，而且发射的非常的高到7000多然后当然它是一个抛物线但是它最高度它的整个距离可以到7000多公里，然后这样落下来，飞了80几分钟。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这么的高，你把它拉平的话一般估计
它已经可以到10000到12000，也就是说破了过去8000公里的一个界限。这代表什么？代表朝鲜已经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的任何一个战略性的城市了。美国面对于一个朝鲜，它有核弹，而当它的核弹头装上去以后，可以打到美国的任何一个战略性的城市。虽然它的精度并不高，但是战略的核弹的精度并不十分的要求。那这个朝鲜敢不敢打？它是一个敢打的国家。这个对美国人来说，坦白说压力很大。对朝鲜来讲，他当然开心嘛。对金正恩，因为如果说他在后面连续2次都试射成功的话，这个就稳定了，这个技术就掌控了，他就可以开始量产。一旦他开始量产了以后，对美国、对日本的威慑力就很强了。那美日韩的这个联合的军演，一次再比一次的更大，基本上来讲，很明显的，在过去、跟现在、跟未来都吓不了金正恩，在过去都吓不了了。那一旦金正恩拥有可以打到美国每一个战略城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坦白讲，你再怎么样的演习都吓不了金正恩。所以美国已经是没招中的招了，这个很可悲。那逼得你美国要不要来面对朝鲜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来解决朝鲜被制裁、解除制裁的问题跟核武的问题？已经，他从没有核武到拥有核武，到拥有把核武送到你家去的能力，这个阶段你拜登都装睡，都不去处理，你错过了时机了。现在他已经拥有了，你怎么办？你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不然的话，他不会理你了。那请问，朝鲜拥有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一定从俄罗斯来嘛。那从俄罗斯来，那朝鲜要还给人家什么？那就是派兵。可是这个派兵对朝鲜来讲，它是两利的，因为一方面虽然它是一利是拿到这些更高阶的技术，可是另外一利是让朝鲜的军队拥有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那不得了啊！因为当朝鲜的军队进入俄罗斯来作战的时候，那他拥有的实战经验，他会比韩国更能打仗。那他会不会产生更大的企图心？那如果他产生更大的企图心，那对于韩国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所以韩国为什么会这么焦虑、这么紧张？是因为韩国的军队没有实战的经验，而朝鲜的军队有现代化战争的实战经验，这两军之间那就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再问说，那朝鲜会怎么打？朝鲜可以这样打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是根据它跟俄罗斯的军事同盟条约。对。那它跟俄罗斯的军事同盟条约，俄罗斯被攻击、被侵犯，那朝鲜就有义务去帮忙。这个条约跟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签的军事同盟条约都是一模一样，都一样的情形下，那我们要问说，不是俄国去侵略这个乌克兰吗？可是乌克兰也打俄罗斯啊。当乌克兰打到俄罗斯的本土的时候，俄罗斯就是被侵略的，所以他要求这个朝鲜来帮他驱逐那些被俄罗斯被侵略的地方，就是库尔斯克的情形下的时候，俄罗斯是不是就有能力、有空间把他的兵力抽出来，转移到乌克兰东部？那各位想想，那乌克兰已经目前打得一塌糊涂了，现在又要面对可能来的5-6万的俄罗斯的生力军，那乌克兰怎么打？想请教一下小舰长，你会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看最新的有关于在库斯克的状况的话，那其实维持不动，从27号到30号，美国的战争研究所所公布的内容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这一张图，没有任何的进度。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就在等美国大选结束。美国大选结束，等着川普拿起电话来，那个在就任前就解决俄乌的问题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其实我们如果说来看库斯克的状况，应该以这个当初对日抗战的这个长沙会战的这个状况来看，那是一个什么？那就是天炉战法，就是我就引诱乌克兰不断的向俄罗斯深入之后呢，我再一个一个把你歼灭。从最南的这边其实是车臣的部队，那我个人的研判，也就是
北韩的部队呢会从中间再切入，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现在的部队这样不断的切穿，那也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所讲到的，战况非常的危急啊。那至于说我们看到这个北韩它的飞弹试射啊，我们其实回想看看，在2016年之前，我们对于北韩各型飞弹的印象是什么？劳动啊，大浦洞啊，现在还有听到这个名字吗？再也没有了。现在听到的通通都是火星系列。火星系列当然它也曾经发生过爆炸，曾经发生过试射失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成功了。那我们现在这个所看到这个就是昨天试射的火星19啊，火星19它的这一个是12轴的这一个载重车啊，它12轴，那也就是目前来讲看到最长的这一个载重车。那这个载重车，那其实金正恩这很爱秀的啊，他还带着女儿在这所有的官兵前面一起合照。那这一次所试射的高度呢，就其实是最高的一个高度。他为什么这样射呢？因为其实对于北韩来讲，他不想要再继续被制裁了。也就是如果他直接飞越日本上空的话，是会继续被制裁。虽然他已经没什么可以制裁了，但是他就是用这种高弹道的这种方式，高抛物线的弹道的方式来进行测试。那如果说按照以前的从这个火星系列开始来看的话，之前的火星15已经可以到达13000公里，也就是如果从北极那边飞过去的话，连迈阿密通通都在射程之内啊。那其实我们大家对于北韩的部分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北韩给我们看到的。例如说啦，我们看到10月23号的时候，这个最爱秀的金正恩，他一样去参访了这个部队，然后这一个飞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火星19。那我们仔细看一下他的其他照片，他的照片都是有语义的。他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他也有地下长城，也就是他所有的飞弹通通都是部署在地下，告诉美国你想要来打我，你想得美。然后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北韩现在也可以对于美国以及欧盟进行不是欧盟，北约进行核威慑，就是我的部队，你最好就像当初法国进入乌克兰一样，就是平等对待。他们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你不要以为现在在这个朝鲜半岛就没有防御了，他们的火星19已经准备好。是，请教一下董哥怎么看？我觉得里面最好笑就是布林肯说美中正就北韩派今年互俄来进行强有力的对话。你看中国大陆为什么要这样？莫非你还认为中国大陆是北韩的老大？现在北韩他已经跟俄国人这么密切了啊，就大家有共同防御的一些条约。那其实北韩这么多年来啊，他一直跟中国大陆示意，就是要给他更好的技术然后更多的援助啊。那中国大陆因为在国际上有一些约束啊，他没有那么爽快。那美国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他找到一个技术很强大的俄国合作了，所以这个始料未然。美国去鼓动乌克兰去挑衅俄罗斯，然后去制裁俄罗斯，刚好北韩长期是被他制裁的，那他就跟俄罗斯就一拍即合，所以他学到好的技术嘛。那你现在去找中国大陆干嘛？你们最近还在修理中国大陆，制裁这个制裁那个，你有时候看这些东西真是可笑啊。所以布林肯当然他也快下台，他昨天也是在白宫扮演小丑的，就那几个他也在场。我有时候看这些你会发现，现在世界上的局势已经不是美国说了算了，美国是越来越衰弱，每选一次伤害一次，这是已经一个大势的情况啊。那现在因为北韩过去金正恩，我们知道全世界被认定有9个国家有核武器啊，现在多了一个以色列以色列最近被发现说原来有那是美国给他，所以总共10个国家。那当然大家讲说北韩被制裁经济很弱，然后每天我们写北韩的新闻都是假的，
我们台湾还有立法委员说，那个金正恩露面，那个金正恩根本是假，是替身。是替身吗？是啊，那个普丁也快死了，你看都得癌症。我们台湾这些媒体，还有对于这些国家都用充满丑话，而不正视它实际上的能量或者它的力道。这些你都不老实实讲。那金正恩本来没有错，他被制裁，他被很多国家给边缘化，但是你不要小看他，每个人叫他金小胖什么什么。我告诉你，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他爸爸就送他跟他妹妹去瑞士读书，人家是受正规的教育，他不是你想的说一个胖胖好像呆呆的，不是嘛？你把这些人都当作是一个饭桶，然后来嘲笑他，他有他的谋略啊。好，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他一跟俄国一签，他马上把跟南韩的铁路把它炸断，你拿我怎么样？然后他开始羞辱你。他放了一堆什么奇奇怪怪的气球，放到青瓦台上面，那个臭死你！就是那是一种羞辱性的，来打，来试试看。所以现在韩国怕了，现在尹锡悦的民调2成多一点点，你知道吗？为什么韩国人怕打仗啊？现在全世界不怕打仗，只有台湾人啊，每天要跟人家开干了。好，大家看的就是这样。所以你今天看到金正恩，他其实在这个在所有全世界来讲，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说我被你制裁到底，但是我能够找到自己的活路。那我的武器越来越精进，我学美国啊，美国为什么敢这样？所以现在的北韩，对俄罗斯来讲，它就相当于美国的以色列。以后武器起来了，又到处杀人，你们没有人哪他有办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世界上又改变了，两大集团慢慢又呈现了。两大集团是不是真的又慢慢呈现了？当然，战争大家都不想要，希望的是和平。可是呢，刚刚提到了以色列在中东这场战事，现在到底有没有先稍稍喊卡的机会？好，因为呢，发现这几天来，以色列呢又开始空袭贝鲁特真主党的据点了。星期四呢，是从它的北部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结果导致了4名的外国工人，还有3名的以色列人死亡。这是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最致命的一次跨境袭击。那当然。就会有所回应嘛。那这一些内容呢，是这1个星期以来的比较新的一些进程。华邮是怎么讲的？说其实在黎巴嫩南部这边已经有近1/4的建筑物被摧毁了，里面甚至还包含了宗教场地，通通被夷为平地。其实呢，在这几次的你来我往当中，以色列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包括说呢，它的防空系统一层一层，但好像还不够多，越多层当然是保护的越好，所以现在签署了5亿美元的合约，要量产雷射防空系统。这里面他们这些铁光束的雷射防空系统呢，它其实也可以打无人机的载具，也可以打火箭弹等等等，让它在防御上面多一个保障。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有没有可能大家都先稍稍歇息？美国现在跳出来，希望呢大家可以先缓个60天、2个月的时间，甚至呢美国愿意出来建立一个督导机制，也就是说，以军你撤出，黎巴嫩的军队可以往南移。那这边我说了算，我美国中央会有派司令部的官员来这边做监督，甚至呢要来这里建立一个比较缓冲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谈判正在进行当中，可能成可能不成，没人知道。只是说对于以色列来说，会答应吗？现在说有个破口，有可能让他答应，原因是因为连他的预备役军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不断的开辟新的航线，加萨打完打黎巴嫩，然后跟伊朗这边多线开战。据说他们现在很难招到新的士兵，甚至呢18%是40岁以上的男性，这一些人本来是要被免除兵役，但是一再的被延长，已经有人喊出我半年多没有办法过自己正常生活，所以内部他也有一些舆论上面的压力，会让他就此缩手吗？他态度上面绝对不会，因为有一个对手
伊朗现在说有可能会再跟他再进行长期对抗。伊朗现在要跟俄罗斯签署一个协约，要强化是双方的防务关系。其实先前呢，拉夫罗夫就已经多次的来到了德黑兰这边，现在近期说要再签署一项新的条约，要深化防务。那德黑兰现在是已经计划说要跟以色列来进行长期抗战，这里面会不会让俄罗斯的支持，让他的军力、它的武器增加更多，大家必须要看看后续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再加上啦，它这一回其实飞弹基地还有防空系统都有被摧毁，现在呢修复完之后，会不会再添加新的武器、火箭、无人机？俄罗斯会给他什么？他们的革命卫队司令就直接讲了，未来会是你难以想象的回应。当然，喊话就是以色列叫他小心一点，不要还要修康，想要再动手。什么时机点会做这件事情？传出有可能在美国大选前，而且不是从伊朗本土哦，现在改了，要从不同的面向，伊拉克这边发射飞弹。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再一次攻击的时候，以色列就不会拿伊朗来开枪？而另一个部分，虽然都还没开始打，但油价已经先反应，每桶呢涨了大概有超过$1。那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更多的影响。请教赖老师，你怎么样来看以色列现在最新的动作？以色列必须要想方设法的让他的弱点不被看出啊，但是他现在的弱点越来越凸显了啊。例如说您刚提到的有关于他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部队的作战，其实他进展的并不顺利，跟他当初预估的不一样，而且他的军人、军官，而且高级军官的死伤太大了。所以它的南部进展一直打不上去，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它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紧张了。其实经济状况如果持续已经过了1年的战争，再打1年的话，它的经济很有可能就撑不住了。然后经济撑不住，财政就会有问题，国防的预算就会有问题，人民的生活就会有问题。第三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兵源开始匮乏了，因为还在打仗的这些军人他已经打累了。那问题就在于，对以色列来讲，无论如何要让他的这些弱点不被凸显出来，所以他对于黎巴嫩的目前的炮火还在加强。这个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个谈判上的更好的一个谈判条件更加的优势来逼的这个谈判。可是问题是在于，黎巴嫩政府是比较乐观的，他是希望说，这个停火谈判可以进行，让他的军队可以到南部来。可是问题是在南部的真主党同意吗？虽然南部的真主党现在目前是居于比较大的弱势，但是不代表他会允许北部的这些军队，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可以到南部来。所以我觉得内部的协调还是需要其他的国家的介入那其他的国家谁能够说得通他们？谁能够说服黎巴嫩的内部的问题，再跟以色列跟美国来谈？可是美国能够跟真主党谈吗？所以我倒认为在这个部分的变数其实是越来越大。好，那在这个变数中有一个外围的东西，那就是伊朗了。我们看到俄罗斯由于跟美国已经是彻底闹翻，跟欧盟跟北约是彻底的闹翻，所以俄罗斯现在的一个做法是完全不在乎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北约，或者是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讲是完全不在乎了。原本大家都守一个规矩，守一个纪律，可是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美国已经无视于任何国际规则、国际法的存在，那俄罗斯也就不再跟你讲所谓的国际规则了。那不再讲国际规则，您看到他对于这个朝鲜是被制裁的。2017年俄罗斯是执行这个制裁，可是你看现在俄罗斯是完全推翻这个制裁了。同样的道理，他如果把这一些全部用在伊朗上呢？所以他跟伊朗的合作已经是全方面的合作。那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一旦无效，伊朗的经济开始回来了，那伊朗就更有能力跟以色列打长期的战争了。好，到底最后中东的局势会如何？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听专家解析。好，
好，我们讲到以色列，它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战略？那他们会有所调整吗？请教小舰长。我们一般都认知啊，就是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是非常强的。可是呢，从他开始跟伊朗以及那个真主党开始交手之后，他的铁穹也不够用了。然后我们目前好像也没怎么听到他的剑士2型、剑士3型，还有大卫投石这一个3个层次的这个防空飞弹实际的作为。但是以色列开出了新的需求，什么需求？这也就是这种火神的火炮系统。这种系统呢，其实并不新啊，它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火神炮，然后只不过它搭配了这一个雷达以及它的光电的征收系统。那这一个系统呢，实际上它除了可以固定安置之外，它还可以放到这个 M113的这个步兵战车上面。为什么如此？其实这个是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因应这个无人机啊，你光靠飞弹啊，你用飞弹去打那个无人机，其实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刚刚谈到说，以色列它现在要开始量产铁树啊，那这个铁树呢，一次发射的成本是64元的新台币，也就是约略2块美元左右，所以这么的便宜，然后而且有效，反应速度非常快。那现在我们看到它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拦截无人机？因为它的铁穹的飞弹已经用尽了。那而且他还号召了，因为小组中有需求嘛，请了美国提供他萨德。那当然了，美国也不是安了什么好心啊，因为伊朗他发射的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弹道飞弹，那其实他们也是到前线去测试一下这个萨德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拦截。好，我们等等广告回来，就要请董哥来帮我们解析一下，到底中东下战局会如何发展。节目最后，请董哥总结。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就会放出有一些友善的消息，通通是假的。川普今年7月他找了纳坦雅胡到他家里对，然后跟他讲，我当选以后到就职之前，你给我停战，你给我结束了加沙走廊不然我就找你算账。那为什么不选前那个？选前功劳就是民主党啊！我当选以后，表示美国要有新的趋向，所以你们这些东西给我看好，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那这是以色列时报前2天报道的。各位朋友，你看看现在贺锦丽的选情为什么不利？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是执政的民主党的支持者，一般来讲他们比较有理想性，民主人权什么，民主党这些人跟共和党不一样，共和党是比较粗野比较大牛仔主义那